们今天又来试车了。今天来试驾的是福寿兼达哦，感谢我们台湾戴姆勒商用车公司让我试驾了2天哦，因为我前一天也是又把收音毁了，因为最近多增加了一些装备，还没测试就上阵了，所以收音有点不太正常哦。目前都还在调试当中，有可能这一部影片的收音或者是摄影的一些方面都还在调整当中。然后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福寿兼达哦，通常会选这一类的车型哦，你不是刚起步的买家哦，投资成本低一点，或者是老板级的哦，买给司机开了，你就是要买来赚钱，然后二手的产值又高，维修点方便，所以你不能拿它去跟高级的车比，因为差价就差了10-20万哦。它的底盘车公布售价是，也不算公布售价啦，就戴姆勒跟我讲大概是112万哦，底盘车。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外观吧。我们先来介绍它的外观哦，它把整个面板的部分分了比较多区块，因为商用车不像轿车哦，我们每天在外面跑哦，有可能擦碰之类的哦，你不用换到整个面都换掉哦，变成你可能弄到这里，只要换这里就好了哦。保杆以前都是整支的，有可能你撞歪就要整支下来哦，点扳金。现在不用了，现在你就换外面这一片哦，塑胶材质把它换掉就好了，然后里面拱凹凹的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旁边擦伤的话，只要换这一片也比较便宜。然后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因为比较宽，所以它的后照镜也有出来一点哦，这样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车宽。撞到车厢的话，你会先撞到后视镜。只是有一个差别，就是它的后照镜没有办法看到上面那个角，哦，没有办法看到上面这个角落，所以你要注意招牌，或者是司机边，你要注意大型车的后照镜，你靠得太近的话，有可能会去扒到它的后照镜，因为这个常常发生哦。我们开连接车后照镜比较高，开3吨半哦，通常会忘了自己的车高。结果就是那个角去打到招牌啊，或者是别的车的后照镜哦。它大灯的部分全部都是没有 LED 的哦。这在商用车上面现在还算很正常。看一下车侧的部分车门把手也是防刮材质，因为我们常常上下车，你如果这边是白色的话，你就会看这边白黑黑的，全部都是刮痕哦。轮胎的挡泥板上面也是。哦，这个也是防刮材薄油啊，比较不会粘在这个部分。这之所以为什么会都用这种材质，哦，你如果喷白色的话就很明显，哦，稍微弄一下车子就脏了。然后车顶的部分，哦，也有螺丝孔，像这种有车厢的可以装导流板。我们这次试驾的车型，总共有3种轴距。2.5米、2.8米跟3.4米。我们今天试驾的是2.8米的车型，加上车厢的全长是5.3米哦。高度的部分，车厢高度是2.7米，驾驶舱的高度离地高度是200公分左右。我们这次试驾的车型全部都是钢板。它前轮是5片钢板，后轮是4片钢板，可是它后轮的4片还蛮厚的。然后它这条轮胎规格都是一样，都是195、75、16，所以你后天换轮胎或者是吊胎之类的，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来看底盘它的电瓶是外露的这个电瓶被偷拔走是时有所闻，所以你跟车体厂打造车厢的时候，我看要顺便做一个保护的装置，比较不容易被偷窃。然后车侧的部分有很多螺丝孔，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工具箱可以放一些东西侧边也可以加装护栏。然后传动轴的部分，它有一个铁片它有一个铁片
哦，防止那个我们如果十字接头掉了的时候撑杆跳，哦，它会帮你把那个传动轴扶着，然后传动轴如果微起的时候，你的车会麻，非常的麻，某个速域整部车都在麻，哦，那个跟定位的感觉不太一样，它那个麻是速度很快，而且是那种，超就这种频率。哦，那个时候你如果去保养的时候，叫师傅帮你检查一下传动轴实质有没有问题。然后它的钢板部分也是非常的强壮哦，它是4片钢板，可是它的钢板我觉得设计应该不止让3吨半用，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抽用，应该反正3吨半大家都知道了。OK， 这一次哦，我们的坚达也是4轮标配都是碟刹哦，搭配 ABS、EBD 还有 BOS 哦，刹车优先系统，就是你如果油门踩着的话，跟刹车一起踩着的话，哦，油门是会断掉的。日系车哦，安全系统也开始提升了，这个部分也很安全哦。我们后面试驾的影片哦，里面也有在湿地做的测试。然后前轮有防倾杆，后轮没有哦，都有附避震器。再来为你们介绍后面的部分哦，那尾灯哦，很简单的传统灯泡，然后有一个后雾灯哦。车体打造的部分我觉得这边呢应该是要改善一下，这个铁水都没有敲掉还有这个部分都应该要做一些修边，或者是加一些塑胶保护，或者是做整条，因为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危险的。通常这种3吨半的货车啊，我们上上下下有时候脚如果刚好踩凸了，或者是因为它有一个凸出来的角度很容易撞伤我们小腿，而且都没有修边的话很危险，很容易就割伤了。未来如果你们买车、交车、打造车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部分为了自己还有你的司机的安全这个部分我觉得修边要做好。再来车厢里面，我们这一台是冷冻车它里面有隔热棉之类，还有一个侧门它这个可以做一个很轻易的开启。这个还可以附锁头很方便的就可以开启了。然后另外一边这边是跟传统的一样，这边一样是一个侧门开启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你看那个右边的底盘这边有一个电子式的油水分离器还有柴油桶100公升的，还有滤清器。滤清器这边有一个，就是你的滤清器有没有塞住，可以做一个检视它这边有一个黄黄的滤清器，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用风枪下去喷会破坏它的那个纤维，你直接大保养都换新的就好了。然后还有副水箱的加注口。再来是它动力的部分我们先掀起来看看，掀车头这边有一个拉柄往上这样就可以掀起来了。它的动力部分是3000cc 的柴油引擎正确的排气量是2998马力是170匹，扭力37.7公斤。然后我看到一个就是它的无棒，我们都说无棒风扇那个风扇它是吃汽油的，不是电子的，所以这种比较耐用。你如果电子的，大概都4、5年就坏2个人都热爆了。这个天气试车真的是要命，跟老板娘两个汗流浃背晒太阳。再来，现在是我的驾驶坐姿方向盘虽然比较矮，但是还可以做1圈的转向如果再可以高一点的话，手稍微弯曲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当然这样也是还可以接受。
然后电动窗的部分，哦，司机边有 One Touch， 右手边没有，但都是电动窗。冷气的部分没有恒温，都是旋钮，哦，都是用旋钮和按键。音响的话有 MP3 跟 CD。哦，最近的天气很夸张，哦，现在又狂风暴雨了。刚刚出大太阳，现在又狂风暴雨。我再来介绍一下它的置物空间哦，上面两边都有一个可以放文件的，然后车门旁边这边也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置物架，可以放小瓶的饮料，哦，大瓶的矿泉水放不下去。点烟器的话只有一个哦，都没有 USB 插孔，这边也是一个文件夹哦，可以放文件的。好，两个置物空间。这个有时候很难开耶，有时候会卡住哦。我们刚刚有开起来哦，超车灯、冷气孔的部分哦可以打开。哦，这边有一个烟灰缸，没有抽烟的可以放一些小东西。这边手机也是放不下去哦。Sony SLP 也是插不下去，手机只可以放在这里，这个现在打不开。再来是雨刷的这个拨杆，上面有雨刷间歇的时间，哦，还有排气刹车的功能。我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看到3吨半的驾驶哦，常常把排气刹车都翻着，哦，没有回来。这样变成你不是刹车就是加速，这样对油耗哦会比较凶哦，有点像在开赛车，不是加速就是减速哦，这样对油耗是不会有帮助的，油会更凶哦。排气刹车使用的方式，例如说缓慢的减速，或者是3路下坡哦，可以降低你的刹车温度，正确搭配的排气刹车的使用。哦，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座椅的部分呢，哦，中间这边可以放下来，哦，这个可以打开，这边也是可以放文件。安全带的部分呢，中间座椅哦，只有腰部而已，没有3.4。仪表的部分有3个指针，分别是速度、转速还有油量。哦，中间有一个资讯显示幕，哦，有几种功能，油量。哦，下次保养里程，还有亮度，哦，水温 ，DPF 的积碳程度，哦，积碳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助手，哦，帮我们看一下头部空间。这样剩不到2根指头。你几公分？180。180哦，所以还离车头蛮近的。先调到一个我适合的坐姿哦，因为它没有办法拉太上来，就到这里而已。走吧。哦，它有档位的显示哦，它都用2档起步，而且换挡非常快啊，应该在1秒以内而已。隔音我觉得还不错哦，比我想象中来得好，因为它引擎在椅子底下，我本来会想说，它可能会比较吵，反而不会。然后方向机，它的方向机不是电子式的，是传统的那种 power pump。因为开这种车，有些是做宅配的，这种乡间小路，有些遮雨棚哦都是凸出来的，你要非常的小心，有时候会。要去赔人家哦，或者是电线杆上面的监视器呀、旗帜啊，有的没的，有的都还蛮低的，在这种乡间小路哦，虽然有规定说突出道路哦要多少的高度限制，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麻烦呐，要自己知道它的高度。
今天有下雨，刚好来试一下它的 EBD 功能。我们大概加速到50公里，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人车，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刹车性能安不安全。50公里，刹车全部踩下去，稳稳的，完全没有侧滑。要是以前的车来说啊，早就不知道已经滑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在高雄沿海路，路是出名的烂。在这边车内内装品质其实还不错，因为完全没有内装的声音，加上弹簧叶片，我本来以为它应该蛮颠的，做丢啊，我拢讲台语做丢，结果没有。非常的舒适，跟我想象中有蛮大的落差。它换挡的速度算非常快，搭配的中传4.8的，比较适合市区的运行。它是双离合器的变速箱，它换挡的速度非常快。它可能是1357，没有7，135是一个离合器片，246是一个离合器片。在换挡的过程当中呢，另外一个离合器片会 stand by， 等于说你1档换2档，另外一个离合器片就在那边等了，2档换过去它就直接结合，等于没有换。就是我们如果是手排的话，就是那种。换挡的时间没有变成就只是1号离合器片换到2号离合器片而已，就像踩一个离合器这样而已。所以它换挡的速度很快。我现在使用它的排气刹车，它的排气刹车跟变速箱没有沟通，就是不会因为你拉了排气刹车，它马上做退档的动作。就像有些电脑车，可能你一搬下去的话，它可能给你退个2档，就突然转速拉高，就是比较激进的那一种退档减速。我们现在准备上高速公路了，它踩刹车的话，就会退档。你如果都没有踩刹车的话，它不会用挡刹退档，就是你刹车的时候，它会帮你挡刹。你没有踩，或者是用排气刹车，它不会退档，它可能会到你停下来，或者是你到达某个速度，它就录几档这样。现在时速大概100，它的转速大约2300转左右。这部车子应该是有可能要定位一下，或者是轮胎要校正，然后方向盘稍微会抖，动应该是那个 NG 高速平衡，轮胎的高速平衡可能有点跑掉，或者是没有做，所以高速的话会有一点抖动。现在95左右就完全没有。再来是它的隔音。其实，在高速公路上，它的隔音还算不错。刚刚在那边拍摄，热得要命，它的冷气也算蛮冷的。因为4层车基本上都没有隔热纸，所以还算蛮冷的。现在因为温度上来，所以它那个风叶在做动，所以会有呼的声音。等到温度降了，它就自动退那个离合。它多了那个 EBD 系统让你开起来更安心了一点。如果是雨天的话，开3度半，你会开起来更安心一点。而且它的刹车蛮利的，算加来啊！跟以前的鼓刹差蛮多的哦。至于自排跟手排要怎么选择？你如果是老板，你买给司机开，或者是你的手排技术没有那么好，我会建议你买自排。
哦，因为自排比较没有换挡的失误哦，而且给司机开的话，你不用担心司机的驾驶技术好不好哦，因为自排它会自动去管理它的离合器片的释放哦，不必担心说司机在那边磨离合器片，因为自排它换挡比较不会有失误，手排就是有挑人开了。现在准备又要爬大平顶了，要来去爬山了。现在重量应该跟我们上次试驾的差不多。现在60上来，自动退档的。可是油门要比较深一点，哦，差大概7、8分左右。可是它又其实可以用手排啦，只是我要觉得它自排聪不聪明这样。刚刚爬到一半的时候，油门稍微放掉，它会入6档，像现在坡还没爬完，所以它会它应该是看油门开度吧，稍微放油门，它又稍微放油门又进档退。可是我觉得它介入的速度太快，哦，就是你稍微放掉，它就马上进档。所以这个部分要克服的话，手排，你跑山路就手排。对，其实没有气旋来说，我觉得舒适性不错，而且气旋跟钢板啊，气旋变成有怎么说，几年你就要换雷压包。哦，对，那个有，那个是会消耗，那个是一定要换的，一定要换，一定要换，一定会坏。就几年一定要换雷压包，那种雷压包的车一定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宿命啊，就是一定要换。然后钢板你如果没有在超载的话，你可能用个10年它也不会断。不会啊，这个是差别。对啊，然后有可能重车压下去的时候，气垫会比较软，钢板会比较硬一点。哦，对，因为它那个重压下去，它的那个链距就没有那么大。气压的会变成对调的呀，气压就变成，它反而是重车，它的链距比较大哦。是哦。气旋的车是重车，它的链距会变，它在跳会比较大。对啊。空车比较少，因为里面气压少哦，加上没有重量，所以它压下来之后，它反而在跳的那个距离会变高嘛，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你会说后续变速箱会不会维修比较贵？有可能也会比较贵，之后就要看它的稳定性到底好不好了，大家可以去网路爬稳，因为现在网路其实也很方便。我们试驾只是短时间的开，没有说我买了一部车，可能开了1年2年来告诉大家的心得，没办法，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使用这种车种，所以我能够告诉你它的优缺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再自己去选择。如果说你对你自己开手排，或者是你对司机开手排很有信心，你也可以直接就买手排就好。可能车价还会便宜了一点，后天的维修也便宜一点。但是你如果说怕司机的技术良莠不齐的话，就直接买自排。今天的试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